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之一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因受到勒索软件攻击暂时关闭。拜登政府宣布美国进入区域性紧急状态。不少美媒将此事定性为美国大型基建设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网络攻击事件。美国基建为何如此不堪一击？美国媒体声称，攻击管道公司的黑客组织来自俄罗斯，名为“黑暗面”。这个神秘组织又是什么来头？为什么竟有底气发声只要钱？吴健、柯静在线解读。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之一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因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于当地时间上周五暂时关闭。为防止能源供应短缺，拜登政府于上周日宣布美国进入区域性的紧急状态。不少美媒将此事定性为美国大型基建设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为严重的网络攻击事件。那美国基建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事件的发起者黑暗面又是什么来头？来看报道。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has determined Colonial's network was infected by ransomware, and it's a criminal act, obviously. We have efforts underway with the FBI and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disrupt and prosecute ransomware criminals. 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公司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上周五遭遇勒索软件攻击，被迫关闭其美国东部沿海各州供油的关键燃油网络。这一事件惊动了正在戴维营休假的美国总统拜登，白宫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在上周末就这起黑客事件举行会议，并持续向拜登通报情况。周日，白宫宣布美国1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预计最迟将在本周末让其燃油输送系统大体上恢复运作。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一确认，一个名为“黑暗面”的俄罗斯黑客组织对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的网络遭到攻击负有责任。拜登周一表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起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均在继续对此次黑客攻击进行调查，政府部门也在加紧努力改善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跨国犯罪的防御。FBI released details of the attack, so others can take steps to prevent being infected. My administration takes this very seriously. 被勒索软件攻击的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每天可从墨西哥湾地区向纽约港及纽约各主要机场输送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约250万桶，其中美国东海岸近一半燃油供应依赖于此。其系统的关闭意味着美国东部的输油大动脉被切断。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披露，受此影响，美国航空公司不得不调整一些航线和为长途航班增加停靠站。达美航空则表示，正在寻找其他燃料供应商，但运营没有受到影响。西南航空公司也正在向包括纳什维尔国际机场在内的机场运送额外的燃料。这个就是反映出来，关键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国家安全，还包括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它覆盖范围非常的大。对于民众这个生活，还包括美国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话，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暴露了美国就是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脆弱性。因为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很多都是控制在私人企业的手里面。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话，政府在旁边只能提供一些建议，因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营都是由私营企业去从事的。彭博社报道称，这场针对燃油能源系统的侵扰来得格外不合时宜。当前正值夏季，且美国也正在减轻出行限制，各能源公司正需要加大供应力度。不少媒体注意到，针对美国能源体系的网络攻击正逐渐常态化，充分暴露出一些大基建在网络安全层面的脆弱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恢复管道运营是拜登政府的重中之重。白宫一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调查实施攻击的黑客是否与俄罗斯政府或其他国家有联系。有美媒就在报道中声称，攻击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的黑客组织保护自己同语种的人。There's a whole range of different hostile activity being undertaken by this broad group known as DarkSide. It's not clear exactly who they are or exactly where they are, Joe, but the idea is that because they're protecting, so to speak, their own neighborhood, that is the former Soviet bloc countries, and targeting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you do get a sense of maybe who's behind all this.
FBI 称，黑暗面基地据信位于俄罗斯或东欧。该组织的勒索软件以键盘不使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语言的电脑为攻击目标。不过，拜登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了这起攻击事件，但他们对处理此事负有一定责任。拜登还表示，自己会与普京谈谈此事。俄罗斯晨报周一则以再次将过错归咎于俄罗斯为题报道称，美国媒体声称攻击管道公司的黑客组织来自俄罗斯，可能又为美国制裁俄罗斯提供了借口。俄罗斯网民讽刺称，无论美国发生什么坏事，都是俄罗斯特工所为。看来俄罗斯特工真是无所不能。值得玩味的是，去年底，美媒宣称美国遭遇了一场史上最严重的外国黑客攻击。美国农业部下属的联邦薪资机构国家财务中心也是受黑客攻击的组织之一。美国同样将幕后主使指向俄罗斯。而据美国《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作为报复，美国准备发起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网络的秘密行动，并辅以经济制裁。当时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是以去年底的黑客攻击事件为由，对俄采取秘密网络袭击和制裁行动。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在接受采访时曾公开承认，于2018年中期选举时允许相关部门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今年3月，我们还知道，就是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还指出，如果说俄罗斯呢继续是对美国实施这样的一个网络攻击行为上不收敛的话，那么美国可能在接下来几周之内就要对俄罗斯实施这样的一个制裁和报复，那么也认为很可能会实施这样的一种秘密的这个网络攻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一旦发生的话，那确实就很容易从这个阴谋论的角度上面来说，就把这个俄罗斯给扯进来，认为他们有前科，也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去实施这样的一个攻击行为。负责网络事务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则对媒体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早从去年10月起就一直在追踪黑暗面。对于政府是否会建议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向黑客支付赎金，纽伯格表示，这是私营公司的决定，政府行政部门没有就此提供建议。外界注意到，黑暗面成立于2010年，该组织号称劫富济贫，甚至向用户发布行为准则，以规定哪些目标可以攻击，诸如政府机构、学校、医院等属于禁止攻击对象，鼓励攻击英语国家的盈利公司。此外，该组织还会将赎金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做慈善。黑暗面承认，至今他们已经袭击了80多家欧美企业，从中勒索了数百万美元。目前，黑暗面没有在其网站上提及此次对输油管道的攻击。周一，以该团体名义发布的一份声明宣称，我们的目的是要钱，并不想制造社会问题。声明中没有直接点名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声明还提到，该组织是非政治性的，观察人士不需要把我们与任何特定的政府联系起来。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你好。那么，自从上周4管理系统被黑后，美国最大油气管道科洛尼尔已经瘫痪近1周，美国宣布进入区域性紧急状态。黑客组织黑暗面竟然公开发声明扬言只要钱，那您对事件如何来看？那么，美国基础设施安全是否存在巨大漏洞呢？这让我回忆起17年想哭勒索软件的事，它一夜之间肆虐了100多个国家的20多万台电脑和程控机，最后呢，居然靠22岁的英国 IT 男哈钦斯承担了风中的森林的角色，因为他意外地破解了勒索软件的命门，帮助另外10万台电脑躲过一劫。这一回呢，黑暗面还是抓住了视窗操作系统的漏洞，窃取数据，强行锁死用户密钥，要挟用户支付赎金，若不从就将信息撕票。追根溯源，这场灾难是在发现一款软件的某个缺陷以后才开始的。所谓缺陷呢，是指软件代码中的弱点，未获授权的用户利用这个弱点，由存在漏洞的代码实施攻击，目标包括窃取数据、运行恶意代码、赢得额外特权等等。令人不安的是，系统漏洞一旦被某国或者受国家赞助的行为体发现并且利用，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比方说13年，一个黑客组织利用漏洞代码攻击了美劳工部的网站，可后来怎么样呢？美国安局收买了该组织，并堵塞了自家的漏洞，却把这帮黑客入侵漏洞的程序模块纳入了自己的网络武器库，去攻击一家欧洲的军火商，因为他正和美国人抢生意呢。曾披露过棱镜门丑闻的前美国安局的雇员斯诺登说过，至少在美国，别再谈什么信任一个人了，
而是要用加密的铁链约束他不去作恶。事实上，今天克罗尼尔管道灾难，如果追根溯源，黑暗面这个自发组织这么强大，主要在于现代暗网技术的发达和失控，而这就是美国出于一己之私所放出的潘多拉猛兽。那您能否为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暗网，为什么跟美国扯上关系呢？顾名思义，暗网是支持加密隐藏地址的网络。现代暗网有独特的软件，方便用户使用分布式的网络，让隐藏的主机难以被追溯。目前，最为黑客乃至情报机关所接受的暗网，就是洋葱路由浏览器。它最初是美国海军的研究机构和 NGO 自由港合作弄出来的，目的是创造易配置、易躲藏的分布式匿名网络，供特战部队或者线人使用。具体而言，它是当作免费服务来提供的，便于用户突破政府网络审查，不受限制的访问非法信息。10年前，它干脆被美中情局用来制造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像叙利亚内战的前夜，得到美国暗助的反对派用洋葱路由交流信息，让反政府运动迅速蔓延，而这些传播者呢，又都没有因 IP 泄露而受到缉捕。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今天绑架克罗尼尔管道的黑客明显也借用了洋葱路由的隐蔽性，通过一系列中间服务器到达网址，而网络中不断转发的信息呢，都环绕着层层密码，每个信息包只有经回路中的相应节点才能顺序剥离，而且某一中间节点只能解密一层加密，无法继续访问下一层的数据。这样一来，拦截并破译黑客信息密码就极端困难了。总之，暗网出笼的目的就是避开现有网址，形成稳定的核心资料库，继而用于军事和政治目的。由于被开发国家乃至恶意行为体的滥用，它对整个世界的负面效应正被放大。正如当年参与洋葱路由开发的工程师所说，我们的本意是照亮黑暗，结果却创造了黑暗。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的在线解读。